如果俄罗斯想与西方和平共处，那么它就必须走向分裂。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首次提出俄罗斯分裂论，顿时引得全世界一片哗然。6年后，美国中情局公布报告，宣称俄罗斯将在未来10年走向分裂。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8年之后，俄乌冲突全面燃起。如今，在美国的率领之下，西方世界以最强硬的姿态与俄罗斯展开对抗。俄罗斯已然被逼入了绝境，这不禁让我们产生疑问：为什么美国如此大费周章，一定要针对俄罗斯呢？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还要从美国的霸权由来及美国的全球海权开始讲起。如今，伴随着全球温度的逐渐变暖，北极航线即将浮出水面，而重新拥有远东出海口的俄罗斯，必然将成为美国海洋霸权的最大噩梦。公元15世纪，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人类从陆地走向了海洋，全球历史也从分散走向了整体。于是，一场由陆权和海权主导的竞争，不可避免地在人类文明之间上演了。在1500年以前，受限于技术原因，陆权对海权有着绝对性的优势。在这一时期崛起的大国往往并不重视海权，甚至一部分还会出现有陆无海的局面。然而，在1500年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以后，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逆转。依靠着海洋带来的贸易优势，一些海权国家迅速积累起了巨额的财富，完成了国家的崛起，并以此开始对陆地文明展开反攻。例如，海权国家葡萄牙就通过战胜环印度洋的陆地国家，砸开了印度洋的大门。而由西班牙、威尼斯等西欧海权国家组成的神圣联盟，则在勒班托海战中击溃了不可一世的穆斯林陆地大国奥斯曼。最终，随着19世纪之初由海权国家英国率领的反法同盟打破了法国皇帝拿破仑推行的大陆封锁政策，海洋文明终于在这场事关人类命运的竞争中取得了完胜。自此，海权成为了人类文明最核心的权力由来。谁控住了海洋，谁就掌握了世界。在海权时代之下，国土的大小、人口的多少都不再是一个国家强弱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凭借着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海权国家往往可以通过强大的海军掌控全球商路，以此来控制全球经济的命脉，并不断在主要的大陆国家之间制造矛盾，致使其陷入内斗，进而达到战略上的平衡。不管是曾经的英国还是现在的美国，实际上都是这样做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今天就算冒着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支持以色列，也要通过强硬的军事手段控制中东地区的核心原因所在。然而，世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英美两国用同样的手段建立起了长达2个多世纪的霸权统治，机关算尽，却唯独漏算了一个关键因素，而这个关键因素便是自然。2021年3月23号，受到强风和沙尘暴的影响，一艘名为长次号的巨型货轮意外在苏伊士运河搁浅，导致航道堵塞。尽管在事后的第一时间，埃及当局和苏伊士运河管理方立马就采取了紧急应对措施，但是在为期6天的抢救过程中，依然有422艘船只被滞留在了运河的两端。最终，这场事故造成了54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换算一下，几乎相当于埃及当年 GDP 总值的1/7，更别提还有其他的潜在影响了。所以，从这件事情的发生不难看出，现行的全球供应链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虽然海洋十分广阔，到处都能通行，但是却十分依赖以苏伊士运河为代表的几个关键节点。一旦这些地方发生什么事故，或者受到政治战争因素的影响，那么全世界的贸易往来都会遭受波及。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能够开辟一条新的航道，无疑会对全球格局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于是，受到自然因素而涌现的北极航道，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2024年8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一份名为《2024年北极战略》的报告。对此，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表示，现在是北极的关键时期，气候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北极，也改变了地缘政治和美国的国防任务。在21世纪以前，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北极航道通行十分困难，在很多时候往往需要破冰船进行开道，所以除了俄罗斯之外，一直鲜有人问津。但是，伴随着从19世纪开始的全球变暖，北极的海冰正在加速融化，冰覆水域不断缩减，北极航道的开发已经变得越发可行。根据上海海洋大学和北京大学研究团队联合发表的报告，在本世纪末，北极航道就将在大多数年份实现全年通航。而要知道，北极航道相对于传统的苏伊士运河航道，光是从欧洲到达亚洲北部，航行距离和航行时间都要减少40%和30%。
因此，从客观角度来说，只要北极航道能够完全开通，就完全可以取代传统航道，成为欧亚大陆新的命运链接线。而一旦这一切成为现实，势必将颠覆现在全世界的海权势力构成。在传统航道时代，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取得能够掌控全世界的海洋霸权，只需要对航道上的某个关键节点进行控制就可以了。毕竟这条航线上途经的国家太多，所涉及的各方势力也是鱼龙混杂，总能找到突破口。但北极航道就不一样了，其绝大多数的路径都紧贴着欧亚大陆，其中东北航道更是全部位于俄罗斯境内。因此，这就导致会出现一个局面，那就是北极航道很难受到外部势力影响。沿岸强大的陆权国家完全可以凭借国家的实力，将北极航道上的海权变成自身陆权的延伸，进而独自保证航道的安全。而这显然不是现在拥有着海洋霸权的美国所希望看到的事情。美国对北极航道的警惕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从1971年到2009年，美国就已经先后4次出台北极政策指令，并在2013年发布首份北极地区国家战略报告。2019年，美国国防部在北极战略报告中首次将北极定义为潜在的战略竞争走廊，而前不久发布的2024年北极战略报告更是公然声称美国将扩大在北极地区的军备能力和监视活动。从美国国防部的这些动作不难看出，北极战略在美国国家战略中的优先地位正在被不断提升。对此，美国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则在2021年的国际事务评论中毫不客气地直接指出，北约对维护和加强北极基于规则的秩序有着重大意义。这些行为的目的就是旨在防止俄罗斯对该地区实施单方面军事控制，所以在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以后，北约才会毫不吝啬对乌克兰给予支持。说白了，美国和北约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俄罗斯展开极限施压，致使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全方面的走向崩溃甚至分裂。而美西方则趁机再重新瓜分北极航道的控制权，以此继续掌握历史的主动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的计划真的能够得逞吗？现实已经给出了答案。不可否认，在俄乌战争初期，在美西方的联合制裁之下，俄罗斯确实一度陷入到了极为艰难的困境当中。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的经济很快便稳定了下来，并在今年实现了 GDP 的不降反增，更别提如今在战场上，俄罗斯也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了。因此，可以说，至少在目前的形势之下，美西方瓦解俄罗斯的计划基本已经宣告破产了。而随之到来的，则是美国海洋霸权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2023年5月，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公告，同意增加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也就是海参崴，作为吉林内贸货物的中转口岸。自此，中俄两国围绕着这一港口的合作正式起航。在此之前，俄罗斯政府实际上一直都在投资改善弗拉迪沃斯托克港的建设，提高其吞吐能力，希望将其打造成自己在远东地区的出海口。但是，受限于远东地区远离俄罗斯的经济中心以及自身国力的限制，其相关进展一直非常缓慢。再加上历史原因影响，俄罗斯又对外部势力十分提防，不愿意将相关利益分享给他国，所以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一直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当中。但如今，伴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中俄关系的不断贴近，俄罗斯终于主动打破了这层窗户纸。毫无疑问，在中国的助力之下，弗拉迪沃斯托克港的成功建设必将指日可待。在拥有了这一远东出海口之后，俄罗斯将彻底摆脱对西方经济的依赖，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困局也必然会被打破，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俄乌冲突期间，有一个国家很反常，这个国家就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大战受伤最严重的还包括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不仅大量接收了俄罗斯的难民，还搞得国内通胀居高不下。更倒霉的是，哈萨克斯坦的经济也遭到了池鱼之殃。西方制裁俄罗斯油气，也间接制裁了哈萨克斯坦。要知道，哈萨克斯坦的油气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通过俄罗斯的 CPC 里海石油管线，经俄罗斯天然气公司之手倒卖给西方的。同一条管线出去的油气，西方哪分得清是哪国的？而油气出口占据哈萨克斯坦外汇的 50%， 因此哈萨克民间官方对俄都是歇斯底里。如果说俄乌冲突之后下一个跳船的将会是谁的话，那必然是中亚5国，其中带头的应该就是哈萨克斯坦。按理说，哈萨克斯坦一直以来都是俄罗斯的忠实小弟，它既是吉安组织成员国，同时也是欧亚经济联盟成员。
但是哈萨克斯坦从官方到民间都反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一些哈萨克斯坦议员表示，俄罗斯的下一个特别军事行动的对象可能就是哈萨克斯坦。民间就更夸张了，哈萨克族普遍同情乌克兰人，哈族人居然支援了乌克兰很多物资，包括帐篷、药品以及衣物等，就差没提供武器了。俄罗斯驻哈萨克斯坦大使表示哈萨克斯坦也需要去纳粹化，这话说得够直白的。其实俄哈矛盾由来已久，不止哈萨克斯坦，中亚5国都和俄罗斯同床异梦，只是被特殊的历史和地缘给绑定在一起了。首先就是历史原因，历史上沙俄侵占中亚的时候设立过草原总督府，俄罗斯历史上对新征服土地的那些民族，从来都是杀掉那些不服的，然后镇压那些躁动的，把服了的收下来当打手。对中亚更是如此，大量充军，把这些人当炮灰。历史上东归英雄图尔扈特蒙古人就是因为一直被沙俄当炮灰，整个民族的青年一大半都被送去前线当炮灰。首领沃巴西一看这么下去整个民族都有灭绝的可能，这才冒着损失1半人口的代价踏上漫长归途。到了苏联时期，中亚的突厥人臣服已久，政策也就温和多了。苏联按照民族划分了5个加盟共和国，但是为了让这些地区长治久安，苏联采取了掺沙子策略，大量移民其他民族到中亚。以哈萨克斯坦为例，苏联解体的时候，主体民族哈萨克族居然和第2大民族俄罗斯族占比差不多。如果苏联再延续20年，那哈萨克人就是少数民族了，其他的还有乌克兰族、塔塔尔族，更奇葩的是居然还有德意志民族。更加离谱的是，中亚几国的语言几乎被灭绝。哈萨克斯坦刚刚独立的时候，国内只有很少人会讲本民族语言，就连纳扎巴耶夫登基时发表演讲也是使用俄语。独立之后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一样，民族主义兴起，一夜之间很多前苏联官员变成伊斯兰的阿訇。老衲下去视察时，就连他都错愕不已，民族意识一夜之间觉醒了。于是最近这30年，哈萨克斯坦也一直在去俄化。首先就是语言，学校里面教学除了俄语区统一使用哈萨克语，甚至发生过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强迫俄罗斯族也要讲哈萨克语，只是后来被及时制止了。乌克兰有恃无恐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和俄罗斯本来就是血亲，俄罗斯人要不是忍无可忍也不会下死手，但是对格鲁吉亚、哈萨克这些那可是一点也不手软。这段时间哈萨克斯坦国内支持乌克兰的占绝大多数，就是因为他们从乌克兰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哈萨克斯坦国内的帖子，哈萨克斯坦网友对比了中国哈萨克族和俄罗斯哈萨克族的区别。中国的哈萨克人是真正的哈萨克，不仅会本民族语言，而且各方面习俗都很传统，几乎和老祖宗差不多。俄罗斯的哈族那就是香蕉人，这一对比很容易和一个词文化灭绝联系起来。哈萨克和哥萨克都是自由人的意思，因此摆脱俄罗斯是基本所有前苏联加盟国的共同夙愿。只要你设身处地想一想，中亚国家都是人少地多资源足，守着聚宝盆却穷得冒泡，能够和俄罗斯一起过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只要条件允许，他们早就想溜了，只是前面有一个超大号的拦路虎。比如哈萨克斯坦想要给中国卖油，但是俄罗斯屡次从中作梗，要求成立天然气联盟，连价格同盟都不算，是想阻断哈萨克斯坦本国的对外交流通道。再比如中吉乌铁路，俄罗斯阻挠了20年。当初苏联解体，靠近欧洲那边的国家早就想跑了，他们本身都是欧洲人，融入欧洲大家庭才是人家的千年梦想，其中也包括俄罗斯。普京曾多次说过，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将来的归宿也是欧洲，不但想要加入欧盟，还想加入北约。只是被现实狠狠打脸。中亚5国就尴尬了，本身长得就不太像欧洲人，但是在俄罗斯的影响下，一度也有一颗欧洲人的心脏。这些国家长久以来都有一个通病，一起看不上中国。中国人在那里投资真的是很难经常被警察刁民们各种揩油，一直以来都不敢去做生意的。现在就要好多了，大概在10几年前吧，经常发生打砸中国厂子、阻挠中国企业施工的这种事情。究其原因，就是认为自己是苏联下的崽，中国是苏联的小弟，因此对中国乃至中国人都是居高临下的姿态。不过中国飞速发展，慢慢的被中国甩开了，心态也在悄悄然改变。眼看俄罗斯越混越穷，中亚的几个斯坦最初的选择是欧洲，甚至远在千里之外的美国。很多年前，2个在中国留学的法国小伙子决定骑车从中国回到法国，沿着前辈马可波罗的足迹来一次丝路之旅。经过中亚，他们发现中亚人对欧洲人异常热情，不仅吃喝不要钱，
还动辄邀请他们住豪宅。一方面，中亚人确实普遍热情好客，更大的原因是对西方的崇拜，都想去欧洲开开眼界。民间如此，官方更是对欧洲心向往之。只是有一个困局，他们和欧洲之间隔着俄罗斯，想要和欧洲做买卖，必须经过俄罗斯的同意。例如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也向欧洲出口油气，但是必须使用俄罗斯的管道。这条管道被称为 CPC 里海石油管线。这条管道说白了就是俄罗斯绑架哈萨克斯坦的工具。当初哈萨克斯坦想要把油气卖到欧洲，那就需要修建管道到黑海，然后通过海运卖到欧洲。理论上也可以走里海海底到阿塞拜疆，然后运到土耳其。那样的话，几个突厥国家就搞到了一起。这是俄罗斯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的，一直在阻挠。无奈的是，当地还有俄罗斯驻军，他们和日本面临相似的困境。例如土库曼一度也想修建管道，经过里海海底通往阿塞拜疆，然后到土耳其，就被俄罗斯利用里海的环境问题给搅黄了。俄罗斯一直视中亚为自己的后院，一直防止外来国家染指，东边防中国，西边防着土耳其，因此哈萨克斯坦只能选择俄罗斯的方案。CPC 里海石油管线真的是非常坑啊，走的是哈萨克斯坦最北面的阿斯特拉罕沙地，沿着里海穿越北高加索，然后到黑海的出海口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完全被俄罗斯掌控着。哈萨克斯坦还被迫加入了欧亚经济联盟，彻底上了俄罗斯的船。只要俄罗斯看哈萨克斯坦不爽，就以管线维修为名给哈萨克斯坦上眼药，而且还非常不厚道的从哈萨克土库曼身上揩油。比如俄罗斯生产的油气按照品质可以分为乌拉尔原油、太平洋原油等等。俄罗斯利用里海的石油管线，把哈萨克斯坦生产的低硫高品质油和俄罗斯本地出产的高硫乌拉尔原油相混合，然后高价卖给欧洲。所谓的 CPC 混合油就是这么来的。俄罗斯是明火执仗的占哈萨克斯坦的便宜，只是这吃相实在是有点难看。对待另外一个中亚国家土库曼更过分。我们都知道连接欧洲的俄罗斯北西亚号管道爆炸的事，其实俄罗斯也曾这么干过，不过是为了拿捏土库曼斯坦。土库曼斯坦探明的天然气储量是排在俄罗斯、伊朗、卡塔尔之后的第4大国。俄罗斯供应欧洲的天然气大约有 25% 是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俄罗斯从土库曼低价购买，然后高价卖给欧洲。土库曼斯坦每年通过乌兹别克的管线向俄罗斯出售420亿立方米天然气，1000立方米价格是100美元，但是经过俄罗斯一转手，卖到欧洲的价格是1000立方米250美元。俄罗斯这是在玩空手套白狼，土库曼还得求着俄罗斯购买，这么干也是没办法，没有自己的管道，无法独立自主。俄罗斯做的更过分的是，遇到油价走低的时候，倒卖天然气也就没有那么大油水了。这个时候为了自己少受损失，通常还会强制土库曼减产。土库曼那也是能源依赖很强的国家，减产的话国内抗议声浪不断。俄罗斯多次这么搞，土库曼人哪能受得了？于是俄罗斯放了个大招，土库曼通往乌兹别克的天然气管线发生了爆炸，和北西亚号如出一辙。管道维修这事还只有俄罗斯人能干，多久能修好就看天然气价格的走向了。俄罗斯能反复的拿捏中亚，就是因为切断了中亚国家的对外交流通道，再加上苏联的余威尚存，让中亚国家老老实实的当了几十年的附庸。但是随着俄乌冲突打成了这样，苏联的余威已经被耗尽了，再加上俄罗斯经济这条船眼看就要沉底了，船上仅有的几个耗材也只有跳船这一条路了。这对中国倒是一个机会。我们很长时间的一个困境就是向西之路被阻断，基本原材料价格抬高了制造业的成本问题，这些西边的邻居可都有。